欢迎收看简科普频道。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们，请在下方按一下订阅按钮哟，以及不要忘了点赞和分享，谢谢宝宝们。如果让自己处于饥饿状态，可以多活20年。最近，美国科学家得出结论，饥寒交迫时，细胞会缓慢吃掉自己，并将释放出的能量用于更加合理的调节机体的运行。这项研究似乎在暗示，处于饥饿的状态对于人体寿命的延长似乎有帮助。这种结论到底是否符合科学依据呢？我们经常听过吃饭只吃7分饱，延年益寿活到老这句口头禅，就是在告诫我们吃饭时不要吃得太饱，否则不利于身体健康。但是根据最新国际顶刊 Cell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如果一天少吃1顿，人体可能会延长30%的生存周期。难道人类长寿的秘密就隐藏在饥饿的状态之中吗？得出这个结论的学者就是美国生物学家 Raphael 教授，他将300只小白鼠平均分配到3组之中，其中第一组小白鼠可以随时都吃到食物和水，第二组小白鼠每天只提供1顿食物和水，第三组小白鼠不仅只提供1顿食物和水，而且食物中的能量摄入也大幅减少。本来按照常规思维，第三组小白鼠由于每日得不到充足的食物和水，所以它们应该会率先走向死亡才对。但是经过1年时间的研究，第一组小白鼠几乎全部死亡，第二组小白鼠的寿命大概比第一组延长了12%，而第三组小白鼠的寿命竟然比第一组延长了30%，似乎让小白鼠处于适当的饥饿状态，延长了其寿命。由于这个结论与常识相违背，所以 Raphael 教授并不相信这个结论。而且小白鼠和人类是2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在小白鼠身上有效的结论，放到人体身上未必依然有效。于是Raphael 教授再次做了这个实验，他将实验对象从小白鼠换成了和人类基因更加相似的猴子，实验的分组和条件依然保持不变。经过2年时间，他们发现每日只吃1顿的猴子的寿命，似乎比随时都能吃到食物的猴子寿命延长了40%。这意味着在猴子身上得出的结论比在小白鼠身上得出的结论更为夸张。难道适当的减少饮食真能提升人类的寿命吗？一日3餐是千百年来人类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饮食习惯，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认可一日3餐的合理性。为何实验结果与人类传承的经验相违背？到底是人类积累的经验错了，还是实验结论错了？一时之间让很多学者头疼。不过很快就有学者找到了答案，原来这和细胞的一项功能有关，那就是细胞的自噬机制。所谓自噬，是指细胞自己吃自己。当其体内的能量摄入不够充足时，细胞会释放出一种溶解酶来破坏掉细胞本身，并释放出营养以供其他细胞吸收，并维持机体的运行。这种现象通常会在一些衰老或者有害细胞中产生，比如当人体发生病变时，部分细胞的自噬机制就会被触发。本来这种自噬机制只是为了消除机体内价值不大的细胞而产生的，但是学者们发现，当人体处于饥饿状态时，这种自噬机制依然会被触发。一旦触发，部分细胞会进行自我牺牲，而这个过程释放出来的能量可以让机体内各个器官工作得更加协调和高效，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并清除有害细菌，所以这就导致适当的饥饿，反而还提升了机体的寿命。但是这种自噬机制并非一味无节制的运行，它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如果人体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细胞就无法获得充足的能量，这会导致细胞功能发生紊乱，最终导致大量细胞死亡，而这对人体而言是非常致命的。所以这项实验虽然说明了饥饿状态对机体的寿命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日只吃1顿就一定能延长人类的寿命。它只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人类想要获得更长的寿命，每日3餐要按时吃，而且每次进食一定不能过于饱腹，做到7分饱即可。这样可以让细胞偶尔触发自噬机制来提升机体的免疫力。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